两位君太太请坐。龙拓父女俩客气地请着穆晴妯娌过去坐。龙老头夫妻俩自是年纪大了，是长辈在两人过去后只是朝两人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穆晴便回忆点头。妯娌俩在一张双人沙发上坐下来，面对着龙老头夫妻俩。龙拓父女俩分坐左右两边的单人沙发，佣人很快奉上了香茗及点心。君太太请喝茶。龙老头笑着招呼两人喝茶，又说道：30年前我去过数次你们 A 市，也跟你们君家的男人打过1、2次的交道，算是旧识了。穆晴不说话。程玲玲说道：龙老先生和我们君家的男人打过交道，才能算是旧识，我们没有见过面，属于陌生人。龙老先生派人把我们请过来，不可能是请我们吃饭吧？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你们想说什么直说无妨。穆晴端起他那杯茶凑到嘴边，似是想喝，实际上并没有喝。在程玲玲说话时，他就看着妯娌，脸上神色不变。等程玲玲说完了，他放下茶杯，附和着：是呀，龙老先生，你们请我们过来有什么想说的，直说无妨。龙老头笑了一下，说道：两位君太太都是爽快人，我们可以请两位太太吃饭的，但怕你们不敢吃。程玲玲也不怕伤人面子，说道：那也是，你们请我们吃饭，我和晴晴都不敢下筷的，怕有毒。如此，龙先生就更不要客气了，直接说你们的目的，没必要拐弯抹角。龙老头在心里腹诽几句，面上还是保持着微笑，态度一点都不变。这两个女人背后站着的是好几大家族，特别是姓程的这个人称神医，被他医治过的大佬不计其数，那些大佬视他为救命恩人，敬重得很。就算没有君家在后面站着，也没有人真敢对程医生做什么。那老头子就老实说了，两位太太从 A 市过来，是旅游还是探亲？我听说是龙腾集团那个不肯露真面目的老板叶龙庭亲自去机场接的机，我冒昧打探一下，两位和叶龙庭是什么关系？穆晴反问：龙老先生，这是扎家谱吗？这是我们的私事，没必要告诉你们吧。程玲玲附和着：来探亲又如何？旅游又如何？难道 H 市不允许外地人过来？来了得向你们龙家报备，我们和叶龙庭什么关系也是我们的私事，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你们。龙老头哑了哑口后继续说道：两位别误会，我不是想查家谱，只是觉得叶龙庭这个名字跟我们家族30年前走掉的一个孩子同名。30年前我们龙氏家族发生了一起惨剧，我们当时的家主一家人都被歹徒屠杀，歹徒抢走了很多贵重的东西，等到我们这些族人赶到时，什么都晚了。后来我们为家主一家人整理遗体时，发现少了家主的幼子，当时也就1岁多一点吧，走路说话都不利索，还有他的保姆保镖也不见了。我们猜测那个孩子应该是被保姆和保镖带着逃命了，没有被屠杀。那个孩子就叫龙庭，他若是没有失踪，他是我们家族嫡系一脉唯一的血脉，又是家主的儿子，待他长大成人，本该让他接管龙氏家族的，谁知道我们家族的人到处寻找他，也没有找到，找了30年，总算有点眉目，却又始终没有办法确认就是他。30年前，君太太在望城捡到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后来被君太太收养为养子。综合我们各方面打听到的消息来看，君太太当初收养的那个孩子，极有可能是我们龙氏家族找了30年的孩子。我们当年就去你们风尘山庄打听，想求证一下，奈何你们防我们防贼似的，以为我们想害那个孩子，不许我们见那个孩子，也极力否认那个孩子是我们要找的人。不久后，我们就从你们君家那里
彻底失去了孩子的消息，君太太，你那个养子，他如今在哪里？他是叫龙庭吗？还是随了你丈夫的姓，改为叶龙庭？龙老头一直盯着穆晴，不想错过穆晴的任何表情。穆晴淡定得很。30年前，我是在我娘家那边的城市捡到了一个孩子，不知道孩子的家人是谁，带回了我娘家养了一段时间，也的确是把他收为养子，不过也就在我身边养了一段时间。后来他被别人看中了，我自己那会儿又怀孕，没有那么多精力照顾他，就将他交给了看中他的人。之后他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他是你们龙氏家族的孩子吗？你们龙家在 H 市，我是在望城捡到他的，两地相隔10万8千里呢。他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怎么可能去那么远的地方？就算有保镖和保姆带着也难呀。再说了，你们龙氏家族的孩子是被保姆和保镖带走的，他肯定是保镖保姆照顾着长大，跟我捡到的孩子有什么关系？这天底下多少孤儿失去了家族，失去了父母的，总不能因为我捡到一个孩子，收养了他，他就是你们龙家的孩子吧？穆晴的话真真假假。至于龙腾集团的老总去机场接我们，那是因为他和我外甥有生意往来，私交不错，我妯娌俩过来，我外甥就拜托他去机场接我们，给我们安排住宿。龙庭是有打算公开身份了，不过也该由他自己公开，穆晴不会抢在他公开之前就透露出去。反正龙家这边没有足够的证据，他就真真假假说一大堆，龙家也辨不出真假。我们过来度假，放松放松心情，过2天就去 A 市参加拍卖会，准备淘点东西回去收藏收藏。这就是我们俩的来意。龙老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吗？龙老头100%不相信穆晴说的话，穆晴就算怀孕也不会将养子送人呀。他笑着，君太太，我还是有问题的。你那个养子，你真送人了？送给谁了？谁看中了他？看中他做什么？龙老先生，你那么多问题，我还真不好一一回答你，也没有义务，没有那个必要。带走我养子的人说出来。龙老先生也不认识，对方看中他聪明伶俐啊，那孩子也的确是聪明伶俐，将他交给欣赏他的人，比留在我身边更好。龙老头笑容僵了僵后，说道，君太太，我知道我问题多了点，可我那是为了寻找我们家族的孩子，他家就只余下他一个，我们得把他找回来，否则都对不起他死去的父母家人。他父母亲人都被歹徒杀害，也要替他父母报仇雪恨呀。君太太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来，我可以让人去打听一下对方的消息。你无法再见到他的了。穆晴说道，至少你活着时都见不到他，死了之后能不能见到他，我就不知道了。他又没死过，哪知道人死后能不能在阴间看到认识的。龙老头的脸色不太好看了。龙若雨忍不住说道，君太太，我爷爷好声好气问你，你怎么说话的？什么死不死的？你诅咒我爷爷死吗？穆晴冷冷地扫了龙若雨2眼，龙若雨还想说的话都咽住了。龙老先生，你们家的家教堪忧呀，长辈说话哪里有小孩子插嘴的份？龙老头立即斥责了龙若雨几句，又歉意地对穆晴说道，君太太，我孙女年轻不懂事，也是我们平时对她太宠了，宠得她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不过她也是维护我这个当爷爷的，还望你大人有大量，不要和她计较。我又没有说错，欣赏我养子的人已经离开人世好多年了，龙老先生能找到的只有他的墓，见不到他的人了。好一会儿，龙老头问道，那人死了，那你养子呢？我哪知道呀，他如今30好几了，估计早就成家立室了吧，他又没有和我联系过，可能是恨我当初把他送人了吧。龙老头不说话了。穆晴说的话他
他不相信，但穆晴说的那般自然，神色都不变一下，又不像撒谎的。难道穆晴的养子不是那个孩子？可是30年前，他的手下追查到的结果告诉他，穆晴收养的孩子就是龙庭。哎呀，时间不早了，龙老先生，我们也该做了。谢谢你邀请我们过来喝杯水。穆晴看了一下时间，叫了一声，然后拉着程玲玲起身就想走。君太太，龙老头叫住了穆晴妯娌俩，说道：“2位君太太可能要留在我们这里住一段时间了。放心，我们会把你们当成贵客招待，不会委屈2位的。”穆晴说谎的话，叶龙庭就是龙庭，穆晴是龙庭的养母，这2个人落在他们龙家手里，叶龙庭必有所顾忌。龙老头，你这是什么意思？强请我们过来就算了，还想强留我们吗？龙老头淡冷的道：“君太太要那样说，我也没有办法。”阿拓打电话给叶龙庭，告诉他2位君太太在我们家做客，让他亲自过来接他们。这个时候，管家进来，走到龙拓的身边，附身在龙拓的耳边说了句什么，龙拓的脸色一下子就黑了。他低声吩咐管家几句，管家便出去了。随即他打电话给叶龙庭，等龙庭接听电话了，他说道：“叶龙庭，君家的2位太太在我龙家做客，你想接他们就亲自过来，否则他们俩会出点什么事，还真不好说。摆明了就是拿穆晴妯娌俩当人质。”说完也不等龙庭回话，他就挂了电话。穆晴和程玲玲交换了一下眼神，他是用眼神问打出去还是留下来。程玲玲：留下来。龙先生，你们什么意思？穆晴一副很生气的样子，拿我妯娌俩当人质吗？龙老头笑着：人质说的多难听呀，我们是很热情的招待2位，把2位当贵客对待的。程玲玲说，他既然把我们当贵客对待，我们俩到现在都没有吃饭，只在逛街的时候买了些小吃食，怎么不见你们给我们准备丰盛的晚餐？这个点你们还要吃吗？龙老头本能说了句：要呀，饿了当然要吃。不仅我们要吃，你们既然是主人家，主人家招待客人岂有不陪客人吃饭的？你们也要陪着我们一起吃。一直不说话的龙老太太说道：2位君太太，这个时间也不好再给你们做饭，但我们家里有很多好吃的点心，就请2位吃点心吧。说着吩咐人再送上几碟子精美的点心，请2人吃。晚上吃甜食容易长胖，我们不吃点心，就要吃饭，不给我们做饭吃，那我们就回家了。程玲玲说着拉住穆晴就走。龙老头似笑非笑的：2位君太太把我们龙家当成什么地方了？菜市场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们没有拦2人，但2人走到门口就被黑衣人拦住了。穆晴扭头故作很生气的道：龙老先生，我们与你无冤无仇，你们强请我们过来当人质，想过后果吗？我们并不想为难2位太太，只要你们老老实实的待着，等叶龙庭来接你们，我保证2位太太一根头发丝都不会掉。这是我们龙氏家族的老宅，保镖众多，他们个个都是高手，你们俩养尊处优，是打不过他们出不去的，何必做那无谓的挣扎？过来坐着，咱们慢慢聊聊天吧。程玲玲转身看着龙家人，右手揣进了裤兜里，摸出一小包什么东西。黑衣人防备地看着他，程玲玲慢悠悠地打开了那小包东西。黑衣人看到是一点白色的粉末，以为是程玲玲要吃的药呢，谁知道下一刻程玲玲一个旋身，那小包的粉末就扬向了他们。明明他们看着了，也觉得那丁点的药粉构不成威胁，更是盯着程玲玲的一举一动。见程玲玲动作慢悠悠的，哪想到她行动那么快，他们压根儿来不及躲避，
那些粉末就吹到他们的脸上脖子上了。每个人脸上沾的不多，本能的反应就是抬手擦拭沾到脸上脖子上的粉末，但觉得好痒，他们马上就抓起来。